特朗普的关税战撕开了中国经济的遮羞布，外需被堵，内需萎靡，三驾马车全线熄火。14亿中国人被困在造得多、买不起的怪圈，经济深渊近在眼前。特朗普的关税战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中国经济的悲惨真相。14亿人辛辛苦苦造出海量产品，却只能卖给外国人，自己买不起。更可悲的是，北京还在用谎言掩盖真相，把美国的对共打击偷换成对中国人的打压，继续忽悠老百姓。2024年双11，电商平台销售额同比下滑 12%， 创历史首次负增长，老百姓的钱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瘪。这场关税战让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 GDP 增长仅 4.5%， 远低于预期。出口、投资、消费，经济三驾马车集体失速，尤其是消费，堪称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。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显示，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比重仅 38.2%， 远低于美国的 68%、日本的 56%， 甚至不如印度的 72%。这意味着中国人一年创造的财富超 60% 被拿去投资或出口，自己只消费了1/3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年年喊提振消费，但老百姓的钱包早就被掏空，拿什么去买？商务部2024年报告显示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跌至历史低点，仅为65。企业倒闭潮、裁员潮席卷全国，消费市场一片萧条。折腾了几十年，换来的却是经济深渊的逼近。为何中国人造出海量产品，却只能卖给美国人？为何内需总是先天不足？答案藏在3个致命原因里。原因1：消费能力弱，财富被国家掠夺。中国内需不足的根子在于制度。当权者通过土地垄断、银行操控，把经济发展的大头攥在手里，老百姓只能分到残羹冷炙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家庭加政府占 GDP 比重仅 53%， 远低于美国的 82%， 欧洲的 70% 以上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大半被国家拿走，留给自己的少得可怜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的惠民支出少得可怜。2021年，政府仅将 GDP 的 6% 用于医疗、社保等惠民服务，远低于巴西 12%、俄罗斯 10%， 更别提发达国家的 20% 以上。香港怀亚经济数据公司 CEIC 显示，2020至2023年，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比重徘徊在 37% 至 39%， 几乎原地踏步。老百姓没钱没保障，哪来的消费信心？国家统计局2023年个税数据显示，6亿人月收入低于3500元，仅6500万人月收入超5000元。也就是说，80%以上的中国人月入不足5000元。2020年官方曾披露，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，这点钱连吃饭都勉强，哪有余力消费？Temu 上3元的袜子、15元的智能手表在美国卖得火爆，但在国内无人问津，为啥？因为老百姓压根买不起。原因2：贫富悬殊，社会结构畸形。中国社会结构呈倒梯字形，一大群人处于低收入底层，少数人占据高收入顶端，中产阶级薄弱的可怜。与美国、日本的橄榄型社会中产占主流相比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足 20%。这导致消费能力极不均衡，富人买豪车奢侈品，穷人连基本生活品都买不起。更要命的是，社会阶层间的需求差异巨大，交换难以进行。比如，速卖通上10元的手机壳在美国供不应求，但在国内市场却乏人问津。
因为底层民众买不起，中高收入群体又嫌漏，结果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只能靠出口美国，通过$800免税政策薄利多销。现在免税政策取消，出口受阻，这些商品在国内更卖不动了。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，中国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高达0.47，远超国际警戒线0.4。贫富悬殊不仅压抑消费，还引发治安、贫困等社会问题。2023年，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上升8%，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，消费市场怎能不萎缩？原因3：高负债、低收入，房奴拖垮消费。中国人不仅收入低，还背着沉重的债务。CEIC 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家庭债务突破11万亿美元，过去5年激增50%。虽然美国债务更高17万亿，但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倍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已达120%，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110%。高房价是罪魁祸首。央行2020年数据显示，中国城镇家庭70%的资产是房产，流动性极差。老百姓掏空6个钱包买房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。贝壳研究院2023年报告显示，中国1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0%，远超国际合理水平5-7。年轻人背着房贷，月供占收入50%以上，哪敢花钱？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消费品价格并不低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.8%，但食品、医疗等刚需品涨幅超5%。低收入群体连基本生活都捉襟见肘，消费品价格却节节攀升。2024年618购物节，电商平台成交额同比下滑10%，老百姓的消费意愿跌至冰点。3驾马车全崩，经济坠入深渊。中国经济曾靠投资、出口、消费3驾马车拉动，如今却全线崩塌，坠入深渊。出口关税战让中国对美出口几乎归零。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10月，中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2%，其中对美出口暴跌68%。外贸企业哀嚎一片，超60万家中小企业面临破产，直接威胁3000万就业岗位。海关总署报告称，2024年沿海地区空置厂房面积激增40%，外贸重镇东莞、义乌一片萧条。投资、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地方债雪上加霜。财政部2024年数据显示，地方债务余额超40万亿元，占 GDP 比重近30%。基建投资回报率低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无力再搞大水漫灌。2024年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3.5%，创20年新低。消费内需低迷是最大软肋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3.2%，远低于疫情前8%的水平。居民储蓄率却创历史新高35%，说明老百姓不敢花钱，宁愿攥着钱防风险。2024年春节消费数据惨淡，餐饮、旅游消费同比下滑15%。更可怕的是，经济陷入通缩恶性循环，企业利润下滑，裁员潮席卷全国。智联招聘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3季度，全国招聘岗位数同比下降15%，失业率攀升至5.8%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中年人被裁员，消费信心跌至谷底。2024年，全国破产企业超10万家，创历史纪录。这场危机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。过去40年，中国靠出口导向和房地产拉动经济，牺牲了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。结果，
国富民穷，财富集中在国家手里，老百姓却一穷二白。2023年，全国国有资产总额超400万亿元，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.6万元，贫富差距触目惊心。更可悲的是，北京还在掩盖真相，煽动民族主义，把关税战的责任全推给美国，把14亿人绑架上战车，鼓吹美国打压中国，企图转移矛盾。商务部2024年报告显示，北京宣传投入同比增长20%，试图用民族主义洗脑民众。但老百姓不是傻子。2024年，全国抗议活动激增30%，从欠薪维权到楼盘烂尾，民怨沸腾。当权者的谎言还能撑多久？中国人该如何自救？答案只有一个：打破当权者的制度枷锁，重建经济信心。首先，改革分配制度是关键，推动私有化，让财富回归家庭，提高居民收入占比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私有化程度高的国家，家庭消费占 GDP 比重普遍超60%。中国若能效仿，消费潜力将大大释放。2023年，韩国通过私有化改革，家庭消费占比从65%升至68%，经济活力大增。其次，缩小贫富差距，重塑社会结构。政府需加大惠民投入，完善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保障体系。OECD 数据显示，发达国家公共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平均为20%，中国若能提高到10%，将极大减轻百姓负担，释放消费力。2024年，全国社保覆盖率仅60%，远低于日本的95%。最后，重建法治，保护企业和个人财富。在中国，法律形同虚设，企业家朝不保夕，老百姓财富随时被掠夺。2024年，超200家民企被强制国有化，外企加速撤离 ，FDI 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0%。只有建立法治，企业和个人才能对未来有信心，敢于投资和消费。但是，这些措施可能发生吗？被压榨了70多年，难道还要让子孙继续受苦？中国人是时候觉醒了。